今天非常荣幸可以受到 Moza 的邀请，参观2025年的 TGS 东京电玩展。听说他们之前公布的模拟飞行的民航机的模组，今年在东京电玩展有展出来哦，可以摸到实品，非常的期待。跟着星期天一起来看一下今年的东京电玩展吧。各位观众，就是这个摊位啦，这根本就是千里寻父啊！我们千里迢迢来到东京电玩展，就是为了一睹 Moza 的摊位啊。我们这个 Moza 的摊位就在前面了，在前面这个地方。这个摊位啊，总是排满啊，大家都在排队看他们的模拟飞行跟赛车。我上一次看到 Moza 的摊位，应该是在 Computex 的展览上。Computex 的时候，他们还在展示他们双手的力回会摇杆的右侧。话不多说，先来体验他们最新的飞行单手感。你可以选择要抓游戏的数据，或者是你要强化游戏的数据。它这椅子已经开始在震动了，对，就是会让你的感受更真实这样子。肯定是在东京电玩展这边把震动调到最大，因为我现在右手已经快要几乎握不住它的手把了，单手感。雨婷现在在我们的正前方。虽然说影片很难拍到这种感觉，但是呢，其实在感受上来说，它的油门套组跟它的右手的这一个摇杆套组，就是 stick， 两边其实都会感受到同步的有发动机的转速。那我们现在飞的这台塞斯纳172是螺旋桨飞机，转速你会感觉到一波一波滋，有这个麻麻的感觉。那我现在如果收油门的话，转速的感受会不一样。跑道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会从这边降进去，在这个方向。其实从这个角度看，你手部震动是非常的刺激的。啊，对，有点控制不住我的摇杆，对，就是因为有地面震动的关系。我第一次用到他们家的 AB6的这一个单手感，蛮喜欢的。而且因为他们终于出了这个民航机的设备的套组，我们这边体验完之后，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现在新出的东西哈。因为有一些我们在台北 Computex 还没有看到，可是他们在 TGS 有出现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这次出的，主要是针对民航机的周边。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他们现在要出什么东西。好，带大家来看一下这边。大家一般来说看到 Moza 都想到方向盘哦，想到磁驱方向盘。他们现在已经可以方向盘放一排，飞行模拟器放一排了。你从这边看过去，下面全部都是飞行模拟器。单手感，他们这个是他们最新的，所以放第一个 AB6的单手感的套组，基座上面有很多的哇，可以自己调 spoiler 或者是 flap， 然后旁边还有很多按钮会发光的。前阵子出的 AB9，它也可以当做排挡杆，因为它里面都是自定的。然后我现在用的是这一款，对。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这支影片上的时候我有没有已经介绍，但是我有拍这个介绍片，这个我们之后特别出一集跟大家介绍。这个很棒，战斗机的油门这边看这个就会很明显感受到 F18 的设计。然后这个是抓钩，这个灯会亮哦，红色灯是会亮的哦，放起落的时候会亮的。然后再过来，他们也有出他们自己的摇杆。这个是民航机的摇杆，这应该是我猜应该是空巴的摇杆。对，我看到空巴就会挖啊，空巴挖。哇，烂透了！我在讲什么谐音梗啊 ？MH16，这个摇杆有重量是金属做的。虽然说我一律推荐用 Moza 自己的摇杆啦，但是呢，如果你们本身是有用其他品牌的话，其实可以无痛衔接哦，因为他们那个基座接这个啊，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这个孔是通用的。所以，如果今天你用的是托马斯特的 F18 摇杆，可以通用，因为像我现在我用了手上之前用的摇杆就是 F18， 无痛衔接，插上去就可以用。他们自己做的这个摇杆的手感也是非常好。
哦天哪 ，MTQ 这一个是完全模组化的套件，这个就是我一直很期待的东西了。你可以把它拆下来，换成737的油门的这个推感，而且呢，它还有把后面的这个做出来哦。我之前差点就要去3D 列印这个了，你知道吗？已经有人3D 列印出来了，但是它真的有做出来，我觉得蛮棒的。等下它一样会有哒哒哒的声音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玩模拟飞行的人就会在意这种东西。它到底是直接插上去用了一个套子而已，还是它是有晶片？它是有晶片的哦，它是有晶片的。油门的反推这个东西是需要输入值的哦，它会有一个 axis， 所以你必须要去转动它，你会输入飞机的反推。我跟你讲，我这支影片就是专门拍给这个有在玩模拟飞行的客机玩家，你们绝对会想买的哈，绝对会想买的。上面还有写这个1号跟2号引擎的，对我现在很激动，所以我手在发抖。这一个是 flap， 你就这样把它插上去就可以了。我一直想，它有一个声音，搞一直我在家里，它有一个段落感。我们台湾没有，好像没有。虽然说在真正的波音的驾驶舱里面，它是要拉起来放的，但是呢，它这样子其实感受蛮好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开模拟飞行的时候，眼睛其实没空看这个东西，你要靠手摸的，你用手摸就知道它现在分放到几段了。左边这个是 spoiler， 就是它的这个 speed brake， 就是减速板的部分啊。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一开始我们在准备要降落的标准程序里面的 checklist 有一个东西是 ARM， 就是它这边的段落感啊，右边的 flap 它是有4段，而且左边的 spoiler 正常来说虽然是无段的，但是它其实这边会有1段，这边有1跟2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在降落的过程当中，你必须要把它预位。你如果推到底的话，它就不会动。但是你如果卡到预位的程度的话，在自动驾驶的过程当中，降落的最后阶段，飞机会自动把减速板放到底。它有把这个做出来，所以这边是有一个段落，它可能也这边有一个档位是可以设定的。这个做得很细哦，这个做得很细。我这必须说，这已经是我看过做的最细的油门了。开模拟飞行最常就是刹车跟起落架嘛，对，手感非常的好。然后再来这边有很多设定，我们刚刚看到的，它其实这个是会发光的哦。他们有先写好自动驾驶 FD， 然后还有再来 altitude 高度、速度、导航，它是没有写 LNAV 或是 NAV， 应该是按了之后会控制你的跟路线的那一个水平导航。旁边这3个它并没有写是什么。玩模拟飞行这种旋钮不会有一个是空下来的，你绝对会是每个东西都会把它放好放满，因为这些东西就是要拿来取代你的滑鼠跟键盘，所以你绝对会把每一个钮全部用完。从上往下拍有看到这个吗？有看到1、2、3、4、5吗？这个东西也是非民航机的人会用到，是什么 ？Auto Brake。哦，到左边0的话，你可以设定成 RTO， 自动刹车 RTO， 这是平常滑行、地面滑行的时候啊，有时候出状况了啊，你要紧急刹车啊，自动刹车 RTO 是这个，然后你可以再转一档，就是 Off 是没有东西的嘛，然后接下来你可以有3档，3、4、5，看是你是要 Auto Brake 1、2、3，哦 ，Auto Brake Max， 你就可以调这一个。最常用的应该这5档里面，我还可以留1档 Off 跟 RTO， 然后我留3档。这个在模拟飞行的游戏里面都是可以设定的。这个其实就是有做很大的市场区隔，因为这个上面可以做的事情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虽然说都是飞机的油门哦，但是战斗机的油门呢，上面控制的比较多是。这个就不是我领域的，我不是很熟战斗机，但是上面比较多东西是跟例如火控啊，或者是雷达系统有关的，所以战斗机的油门上比较多的都是一些，哦，你看像这边有这个，我们在开 F18的时候，第一个要先开电嘛，然后 APU on 之后会开灯，然后先切左边，发动引擎之后切中间，然后再切右边，但是这些东西换到了民航机的世界里面。没有这些东西了，他们真的就是最重要是自动驾驶的面板。对我跟你讲，这个油门啊，我可以讲1个小时，因为我已经这样看就知道要设定什么东西了。它真的是有真的为了模拟飞行的玩家去设计过，他们一定有做了很多功课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做功课的人才会去把这边的 spoiler 做出一个 arm。大家都会觉得说啊，这个0到不就1到0吗？就从最小到最大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他们这个减速板这边有一个 arm 预位。而且我猜他们软体里面应该有软体设定，但是呢，我还是给非空巴的观众看一下。来，这个是它的空巴的油门，质感其实也非常好哦。
空巴的反推就是也是一样用这个拉起来的，勾起来。我没办法讲太多空巴的东西，我不是很了解空中巴士的飞机。空巴的襟翼轴，空巴的 flaps 插上去之后，它的 flaps 感受也是非常好哦。B brake 这是空巴的，然后这一个是波音的，跟它是有一些不同的形状的。我这个不太飞空巴的，我就不要再卖弄了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跟我在模拟飞行里面看到的差不多的，所以很推荐，非常推荐。哦，好啊，你哦，刚刚看你一直在拍，所以对，好啊，那你帮我拍去，借我拍一下这个。这是原装 MTQ 嘛，然后你是直接把这样这样子卡上去，啊，大力一点把它拔起来，好，拔起来，然后啊，它这个也是随插即用的，对啊，对，好，你看哦，它是有弹簧的哦。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推到底哦。如果你的飞机重量很重，你满载，你要拉的话扣到底。一般很多都是降到80节的时候反推就要回去了，所以好落地，然后你稍微扣一点点，扣着哦，好降到80节了，放开，所以其实蛮好的。它这个拉开就等于反推，放开就没有，反推拉到底就是这样子。这个做的太棒了，旁边这边有按钮可以按，前面这边也有这个。哇，这个是我来东京电玩展最大的收获，真的是现场可以摸到这个全新的，因为这个真的是他们最新出的东西。民航机的套组 Moza Fly 真的做出来了，这一个可以自己选择的。旁边这边有战斗机的，旁边这边有空巴的，这边有波音的啊，我自己飞波音，我非常期待可以用它们来飞这个波音717 BNDG 的飞机，太棒！各位再也不需要3D 列印了哈，台湾也要买得到这个东西了，而且这个东西它卖的不贵，非常的耐用，看起来很简单啦，不用在那边6脚扳手转来转去，放上去都可以用了。我们可以好好期待，因为我感觉 Moza 一直在出新东西，我现在几乎是每次看一次这个 Moza 的展览，又有新东西出来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Moza Racing 跟 Moza Fly 的这一个 Moza Taiwan 的 IG， 会有第一手的消息，因为他们现在真的一直在做新的飞行模拟器的设备，我不知道接下来要出什么哦。他们今天这边还没有放他们的 Rudder 上去，可是 Rudder 是有出现的哦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讲，这个东京电玩展的小彩蛋就是他们把角舵释出了，哒哒，这个也是他们家的 Rudder。他们家的 Rudder， 刚刚我偷偷问了一下，他们说他们这个 Rudder 好像可以自己调它的松紧度，我不知道它具体怎么调整，但是它可以调它的高低、它的松紧、它的脚感。为什么飞行模拟器要用飞行模拟器专用的脚踏板，而不是赛车的？因为赛车的就直上直下，但是呢，这个角舵它有分成往下踩的跟前后推的。对，它有分成这样子踩跟这样子踩，这个东西手感真的非常好啊，不对，它的脚感真的非常好。对，我能许愿吗？我其实很想要，因为我现在其实是没有角舵的，但是没有角舵也没关系，为什么？非常贴心，你想到的东西，Moza也想到了。万一你今天桌子下面就是没有空间呢？万一你今天脚下面你就是想要盘腿开飞机呢？这个后面也有 trigger。你也可以用这个东西去模拟你的角舵，所以你也可以有简单的版本，你也可以把你的角舵装上去。他们什么都想到了，好，再次感谢 Moza 可以让我来参加这个东京电玩展 TGS 2025年的商业日，现场看到了很多，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啊，非常好的模拟飞行的产品，大家真的可以想开民航机的准备了，下手了 Moza Racing、Moza Fly， 好好的感受一下模拟飞行的乐趣吧。模拟飞行，客机的模组再也不是一个昂贵的入门的门槛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再期待一下 Moza 可以推出怎么样的新的模拟器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是应天拜拜。我要继续去逛展了。哇，感谢你看到这个地方。影片的最后呢，放上一点我手机里面拍的花絮。这个是 TGS 里面的退学伙伴的休息区啊，这边除了难得有场内的沙发跟茶点可以让你尽情享用之外呢，竟然还有列印机，它可以印在你的咖啡上面。我看起来好开心，真的很开心。
其实我以前不太社交的但这一次我在连续3个晚上报名的东京的一些突袭的活动，在东京的池袋啊、银座啊这些地方呢，好好的社交了一下，其实收获真的蛮多的，认识了好多国外的新朋友啊。当然，我也在东京踏上了寻找荧光矿物的旅途。接下来的星期天的荧光矿物图鉴这个系列呢，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。好了，我们下回见了。